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进行谣言破解。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第3个谣言，他说呢是和美国旅客接触密切的欧洲国家，新冠病毒爆发时间屡屡提前，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美国。然后他举了一个法国的这个阿维森纳医院重症科室负责人叫伊夫科昂或者科恩 Cohen， 他说呢，在对他那个巴黎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病例检测后，发现一名去年12月27号入院的病人呢，原来是认为是流感病人，最后被查出了新冠抗体，说这是实锤铁证了。说你看，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们法国跟美国是密切接触的，你得了这个新冠病毒，这肯定是从美国传过来的。然后呢，他又说，毕竟当时中国武汉的这个疫疾都还没有传开，然后就证实了他的观点，说新冠病毒不是最早在中国爆发，而是最先在中国被抓到。让我们真相是什么呢？让我们进行一步一步的剖析。那么他说的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是也是被广泛报道了，说是在法国在12月呢发现了一例新冠病毒病例。那么这个我为了给大家看呢，我翻译成了中文。那么他这个是说呢，这个患者呢，有一个患者叫，他可以把它称为 Hammer。那么这个患者呢，在12月27号入院，表现出了干咳、发烧、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然后呢，后来呢，他们这个科恩的这个教授呢，就把这个病例呢发表在了一个国际期刊，叫国际是这样一个期刊，叫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那么国际抗菌剂杂志。那么这个期刊的影响因子是接近5分，所以应该还算可以的一个期刊。那么影响因子是衡量一个期刊它的这个被引用次数与它发表文章的这个次数之比，那么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期刊的它的影响力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那比如说按照这个排名，大概是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还有JAMA 等等杂志呢，都是非常顶尖的期刊。那么这个呢5分呢是相对来说算是不算就是中间水平吧，不算高也不算低的一个期刊。那么这个期刊呢，它是说报道这样一个病例，说根据这个病例呢，有可能在法国呢，这个新冠病毒很早于在这个2019年12月底就已经开始传播了。那么这个是已经是发表的这样一个病例，所以没有什么争议。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他说呢是关于这个病例呢，他说这个 Hammer 刚才说过，这个 Hammer 这个人呢12月27号住院了，然后这个他的后来呢，他的2个孩子也生病了，但是他的妻子呢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所以呢他们就很奇怪，因为觉得这个人他也没有到中国旅行史他是42岁，跟中国没有明显的联系，他是在法国长期居住，曾担任过做过鱼贩。那么最后一次他是在2019年8月去过他的祖国叫阿尔及利亚。那么他有哮喘病，有糖尿病，因为咳血、咳嗽、头痛等症状来到急诊室，然后呢，他接受抗生素治疗，反应比较良好，马上2天后就出院了。但是后来他的2个孩子生病了，但他妻子也没表现出任何症状，所以就不太清楚。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感染的？那么后来有可能他们分析一下说，他的妻子呢是在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家超市工作，那么这个超市接触的患者特别的多，所以呢可能呢接触了刚刚来自中国的患者。那么这是这个
论文的作者他分析说，因为他的妻子也间接佐证说，因为这些顾客呢，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世界各地，有的这个冲进超市里的时候还提着手提箱，刚刚从这个机场下来，所以呢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有可能呢他的妻子呢也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呢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所以没有表现出症状，但是他有可能把这个病毒呢传染给了 Hammer 她的丈夫。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这只是我们的猜想，具体的呢可能需要这个医生们、科学家们对他们的传染病史、对他们的病史和旅行史、接触的人以及他妻子和孩子等等进行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再确定。那么我们想说的呢，通过这个我们想说的就是，那么这的确是一个经过正规科学期刊报道的例子。那么报道了，说明了在法国早在2019年12月底就已经有人感染新冠病毒了。但是回头我们看这个所谓的重磅3，他后面就是说，他说这是实锤铁证。OK， 我们认为这个姑且我们就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至于具体的，因为它也经过同行评议了，所以呢，我们也不否认，目前来说，按照目前的这个证据，我们不否认有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但是它能说明什么呢？它能因为法国跟美国密切接触，所以呢，这个就是美国引起的吗？那法国跟法国密切接触的国家很多了包括我们中国在内也是。那么你为什么不说是那个其他国家的呢？为什么只是指向美国呢？后面他说，毕竟当时中国武汉的疫情都还没有传开，那么这就是明显的是一个谎言了。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中国新冠疫苗的出现其实远远早于12月。那比如说，那么在南华早报，那么他就公布了这样一个就是发表了这样一个文章，说明说中国的这个第一例的确诊的第一例的新冠病人实际上是已经可以追踪到11月17号。那么现在具体的新的进展可能还有更新的一些进展，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追踪到11月17号。那么这个病例是什么呢？是一个来自中国湖北的一个55岁的个体户。可以，这个比那个官方的这个报道的2019年12月底的病例早了1个多月，因为当时呢，我们官方认为呢，这个病毒是由海鲜市场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引起的，但是现在很清楚呢，越来有好几个病例，那么发现他们跟华南海鲜市场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包括著名的《柳叶刀》期刊在上面报道说，2019年12月以来的这些病例呢，好多个呢是跟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关系的。在这个最早的这个2019年11月17号的这个病例之后呢，大概每天呢我们会收到大概会有1到5例新的病例，到12月15号呢。病例感染总数达到了27，到了12月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在12月15号之后呢，病例似乎有所增加，到12月底呢，病例达到了60。12月27号，湖北省立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先医生向中国卫生官员报告了这样有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在那个时候呢，已经达到了180多人。所以呢，而且即使华南早报报道了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最初的这个确诊病例可以至少追踪到11月17号，但是呢，我们依然不能够确定这个人呢，这个55岁的患者呢，就是0号病人，叫 patient zero。有可能呢还有更早的病例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呢总而言之说了这么多，那么意思就是说，这句话说中国当时武汉的疫情还没有传开，
完全是错。到12月27号的时候，正好是湖北省立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继先向中国卫生官员报告，这时候中国已经有至少确诊的已经有180个人了。所以呢，这是明显的谎言。最后呢，他说再次证明了他的观点，新冠病毒不是最早在中国爆发，而是最先被中国疾控抓到。那么这个经过我们刚才的分析，我想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是不是最早在中国爆发，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至少呢，在11月17号甚至更早，中国就已经爆发了，而远远不是他所说的。在12月27号，法国发现了这个新冠病毒首例病人之后，中国疾控还没有传开，那么这明显是完全的谎言。总而言之呢，我想经过刚才的分析，大家应该非常清楚，那么所谓的第3个重磅实锤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依据的。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